上一世，为了防止我把最勇猛的兽人先挑走，他算计我给我下药，还没到斗兽场，在药劲的作用下，我抓住个玉树临风的狐狸兽人，直接选择契约，错过了挑选兽人的机会。今生我倒掉了那碗加了料的燕窝，他怕我把最强兽人挑走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母亲宠溺地拍了拍妹妹的手，扭头看我，语气不容置喙：锦薇，金钱豹不适合你，既然优越喜欢，让给他。云优越的父亲是母亲最宠爱的枕边人，爱屋及乌，连带着妹妹也是他的心尖宠。而我的父亲虽然是正夫，但是他生性高傲冷漠，不会讨母亲欢心。3年前，父亲还生病去世了，他一碗水本就端不平，如今偏的就更严重了。我略一沉思，点了点头，既然妹妹喜欢，那就听母亲的。既然妹妹喜欢，那就听母亲的，让给妹妹好了。他们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快，开心之余，热情地帮我挑选兽人老公。母亲是族长，她一声令下，优秀的兽人美男们在我面前一一展示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锦薇，这是最后一批了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见我迟迟没有挑选，母亲有些不耐烦了。姐姐，那个狐狸兽人好帅啊！他的盛世美颜看得我都好心动，要不是我有了金钱豹，我可就选他了。严毅神情复杂的和云优越对视一眼，然后目光灼灼地望向我。在他期待的目光中，我淡定的一指站在最边上，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少年，我要他。那少年身姿挺拔，十分清瘦。我要他。刚从斗兽场上下来，全身还布满伤痕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可当他抬头看到我时，好看的眸子瞬间就亮了。严毅见状，瞳孔地震，委屈和不甘全部都挂在了脸上，似乎在责问我为什么不要他了。上一世我是外貌协会的，对好看的男人欲罢不能，所以我被妹妹下药和严毅欢好后，选择和他结契，做我唯一的兽人老公。我喜欢他，掏心掏肺的对他好，只要是他喜欢的玩意，我上天入地都要给他弄到手。他是6尾狐，很想修成9尾狐，为了帮他达成心愿，我去天山采灵药，被守药的灵兽抓伤了一只胳膊。他拿到灵药修出9尾后，感动地抱着我。可结果呢？在我和妹妹进副本闯关，争夺族长之位的时候，他竟然背弃我，将我推入万劫不复的火海深渊。直到死我才明白，原来妹妹一直都是他心目中的白月光。他恨我要了他，不能和他的心上人在一起。我在火海中痛苦挣扎，他就那么冷冷地看着我，无动于衷，转而投入了妹妹的怀抱。而这一世，我要的是对我忠心不二的男人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族长之位，更要他们统统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这时，母亲面露担忧之色，让你们挑选兽人，将来是要陪你们生死与共，一起闯关的。这狼人太弱了，锦薇，你可想好，确定选他？姐姐，你还是选狐狸吧，那可是6尾狐。云优越还是极力推荐演绎，这让我严重怀疑，没准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等我入局。母亲是云族族长，我和妹妹作为继承候选人，要带着自己的兽人进入族长考核副本闯关。那副本诡谲凶险，进去之后九死一生，只有拿到族长权杖成功闯关，才可以继承下一任族长之位。所以厉害威猛的兽人才是抢手货。他们以为我选择的狼人是个废材，可实际上只有我知道他是在藏拙，他到底有多厉害。他就是后来令人闻风丧胆的兽人乌宝，他统一了整个兽人部落，却为我撕毁了兽人和云族的合婚条约，用自己的所有灵力摧毁了云族祭天法台，就为换我重生的机会。复活吧，我的爱人！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和他不曾有过什么交集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我如此牺牲，所以这一世我选择他，不但要还他的恩情，更想解开心中所有的疑惑。狼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我只喜欢忠诚的男人。见我态度坚决，严毅不死心地拉住我。他是所有兽人中最弱的，是主管拉来充数的，他都快死了，你要他干什么？你选我吧，我会忠心于你。忠心于我？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。滚！我讨厌狐狸。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别不要我，我可以做小。妹妹，他对你这样死心塌地，你就留下他吧。族里地位高的女性可以3夫6世，母亲也说如果我愿意，不介意再多买一个兽人回去。要是没有上一世的经历，我恐怕就动摇了。可如今，我才不会养狐为患呢。他也是你能碰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很爱我的，爱我的。
午后花园里，我靠坐在乌宝身上，一边摆弄着他毛茸茸的耳朵，一边思考乌宝今生不知为何不会说话。乌宝今生不知为何不会说话，估计是帮我逆天改命，受到了天罚。他晶亮的眸子里氤氲着一层雾气，温柔地轻舔我手背上的疤痕，柔软的舌头触感如丝，痒入心底。我忍不住笑，推他的头，让他别舔了。他貌似很开心，握着我的手，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见他看着我家乌宝的眼神有些黏腻，便打发乌宝回去给我拿个披肩。找我有事？真没看出来，那个没人要的小狼竟是个美男胚子，可惜啊，是个哑巴。见我沉了脸，他笑得十分狡黠。我这儿有颗东海明珠，可治乌宝雅疾，姐姐想要吗？严毅抱着个锦盒，低眉顺眼地走了过来。姐姐，这宝贝可是严毅用尽各种方法拼了命才拿到的，他想入你的院子伺候，这是见面礼。据传东海明珠是世间罕有的宝贝，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盲聋咽哑，都能彻底治愈。严毅为了入我的院子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我就是见这狐狸可怜帮忙而已，姐姐不要那就算了。谁说不要了？乌宝能说话比什么都重要，但他们想要得偿所愿，也总得付出点代价。我盯着严毅莞尔一笑，听说用狐狸的尾巴制作成风铃，只要挂在窗前，可避蚊虫邪祟。想入我的院子，就送我一只尾巴当信。狐狸断尾要遭受噬骨钻心般的疼痛，更要他命一般。想当初为了他我断了手臂，成了族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。如今要他一尾并不过分，也让他尝尝我当初所受的痛苦。我倒要看看他能为云幽月牺牲多少。严毅，断尾很疼的，要不你考虑考虑算了吧。好，我给你。严毅深深地望了云幽月一眼，毅然决然地答应了我的要求。他狠心割断了一条尾巴，扔到了我的面前，痛得昏死过去。入了我的院子后，严毅在我面前一直谨小慎微，生怕我将他赶走。可是在乌宝面前，两个人却是针锋相对的死对头。每次我都护着乌宝，各种惩罚他，言语上也从不给他好脸色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他委屈、失落、伤心，但却咬牙受着，死都不肯离开。不过他老实了没几天，便露出了狐狸尾巴。我发现他总是悄悄翻我东西，我知道他想要找的是父亲留给我的兽人令牌。严毅野心很大，他一直都想要那块令牌，因为拥有那块令牌便可一统兽人部落。上一世觊觎令牌的人很多，当初父亲将令牌藏起来，给了我一幅画，想要找到令牌就要参透那画中的秘密。我那时始终没弄懂那画里的意思，所以令牌一直没找到。严毅因此对我心存芥蒂，觉得我不信任他。这次我想将计就计，给他设个圈套，然后人赃并获，以此罪名将他逐出院子。可我的计划还没实施，乌宝居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我派人四处寻找，也便寻不到他的踪影。眼看就是进入副本接受考核的日子了，关键时刻，严毅主动请缨，要陪我一起进副本。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想到前世他无情地将我推入火海，顿觉脊背生寒。兽人和主人结契后不得抛弃背叛，除非主人死了方可解契。他如此忍辱负重，就是为了关键时刻给我致命一击，然后再投入白月光的怀抱。乌宝这个时候失踪，会不会就是他搞的鬼？我宁可闯关失败，也绝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。于是我提前实施计划，以偷盗罪将严毅赶出了院子。我们之所以和兽人结契，就是因为没有兽人就没有办法成功闯关。如今我只身一人，十有八九出不了副本。景薇，你可愿意放弃？如果我放弃，妹妹就是下任族织继承人。看着妹妹脸上那得意的笑容，我率先站上祭天法台，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的选择。姐姐，你以为以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赢得了我？真是自不量力。谁说他一个人了？失踪的乌宝犹如神仙降世，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他握着我的手，与我并肩而立，一阵暖意通过手心袭遍全身，我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祭天法台冲起一道炫目红光，我们被直接传送进副本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道身影也飞奔而至，义无反顾地冲上祭天法台。眨眼间，那人也消失在众人面前，徒留一众族人呆愣原地，面面相觑。欢迎来到云族族长考核副本。本副本一共3个关卡，分别为幽灵小镇、极限生存和火焰洞。通关难度 SSS 级，成功通关可得族长权杖，失败者则被抹杀。第一关幽灵小镇，通关要求活到天明者即为通关。我们在小镇的街头站定，
耳畔就响起了机械音。原以为上一世差点通关的我，今生再闯副本应该易如反掌，结果我错了。上一世第一关是野外探险，而现在变成了幽灵小镇，我压根就没闯过这关。看来这坑爹的副本每次启动的关卡都是随机的，这要求还蛮简单的。云幽月不以为意，带着他的兽人就往前走。我看了看身旁的乌宝，不由心疼。这2天你去哪了？怎么弄得满身都是伤？乌宝温柔地抚平我皱紧的眉头。没事，我这不赶回来了吗？我们话没说完，就见走在前边的云幽月和苏明朗惊慌失措地折返回来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远处黑压压的一片，裹挟着狂野的气息，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。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一群鬃毛竖立、青木獠牙的野猪。乌宝将我护在身后，亮出他的爪子，他的爪刃比尖刀还要锋利，长约1寸，削铁如泥。冲上来的野猪，在他面前就像白菜一般，纷纷飞出坠地。我手持利刃见缝插针，在旁边补刀。云幽月和苏明朗就躲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偶尔有几只漏网的野猪冲过去攻击他们，他们不得不动手杀猪。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片刻功夫，野猪群突然消失不见，那些被我们杀掉的野猪则变成了钱，漂浮在我们面前。云幽月看着自己手上薄薄的几张钱币，再看看我手上那厚厚一沓钱币，哭丧着脸，后悔不已。小镇上只有一家酒店，1楼是餐馆，2楼是客房。我和乌宝开完房就在1楼吃饭。云幽月和苏明朗的钱紧紧巴巴刚够房钱，开完房就没钱吃饭了。坐在1楼餐厅，看着我和乌宝鸡鸭鱼肉点了一桌子，实在是馋得不行，便厚着脸皮找我借钱。姐，你借我点钱呗，后面的关卡我再还你。我还记得上一世他在第2关算计了我所有道具，我差点被系统抹杀。于是抬眼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借吗？不借就不借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云幽月坐回自己的桌子，埋怨苏明朗怎么不多杀几头野猪。苏明朗更是委屈，不是你拉着我往回跑的吗？可是我饿了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大小姐脾气上来了，苏明朗没办法转身出去了。一会的功夫，他把一团烧焦的东西放到了云幽月的面前。这是什么？好吃，你尝尝。苏明朗扯下一块肉放到嘴里嚼了起来。到底是什么？看着那黑乎乎的东西，云幽月实在是没胃口，被问的没办法，苏明朗只好实话实说，那是老鼠肉，谁吃这东西，脏死了。云幽月气恼地把老鼠肉丢到地上，今晚注定不会太平，这里也没有其他东西，将就吃吧。苏明朗好脾气的又将老鼠肉捡了起来。云幽月到底没吃，气呼呼的回了客房。夜幕降临，乌宝拿出了一个白瓷瓶，将里面的药水抹到了我的手背上，手背上难看的烧伤疤痕瞬间消失不见。其实那日我只是跟他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便记在了心里。直到那天严毅告诉他，翠屏山上的黑檀花当晚开花，开花后花蕊会分泌出蜜汁，那个蜜汁是治疗烫伤疤痕的神药。时间紧迫，那天我又没在院子里，乌宝便让严毅告诉我一声，急急忙忙去翠屏山找药了。回来的路上，他还遭到了劫杀，身上的伤痕就是这么来的。听完后我恍然大悟，这一切果然都是严毅搞的鬼。砰砰砰，有人在敲隔壁房门。云幽月和苏明朗就住在隔壁，想要通关就得坚持活到天明。我和乌宝对视一眼，全神戒备起来。不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恐怖的事件，我们也不敢出去看。四周突然安静下来，砰砰砰，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。这次敲的是我们的房门，我的头在里面吗？干哑诡异的女人声音从门外传来。乌宝搂住我的肩膀，警惕地四处张望，生怕有东西突然冒出来。对方问了3次，纠结半天，我们都没敢吱声。灯突然灭了，屋内阴风阵阵。我的头原来在这里啊！身后传来女人幽怨的声音。乌宝反应极快，一狼爪就将那女人想要揪断我脖子的手臂削成几段。我们趁机跑出屋子，楼下门窗紧闭，安静的可怕。云幽月和苏明朗也不知去了哪里。这个酒店除了我和乌宝，其他人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不见任何踪迹。你们在找我吗？那女鬼又悄无声息地从我身后冒了出来，一把糯米撒到了她的身上，紧接着桃木剑刺入她的胸膛。女鬼惨叫着灰飞烟灭，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，暗自庆幸之前准备的东西终于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突然有2条触手勒住了我和乌宝的脖子，迅速将我们吊上棚顶。结果我们意外发现，云幽月和苏明朗也被吊在上面。此刻的他们脸部扭曲，嘴巴大张，面庞红得像在滴血，眼睛似要被挤出眼眶。来不及管他们，我拔出匕首，疯狂地朝触手上扎。怪物吃痛，将我狠狠地甩了出去。乌宝更狠，锋利的狼爪直接将触手削断。苏明朗趁怪物分神的功夫，掷出他的回旋镖，将桎梏他和云幽月的触手一并削断，这才逃脱魔掌。我们4个落地后，黑色的毒蛇从阴影处现身，它拥有9个蛇头，树瞳里透露出浓浓的杀气，紧盯着我们几个。见我们爬了起来，
他暴躁地张开血盆大口，锋利的毒牙上还流淌着致命的毒液。他应该就是这关的大 boss。生死关头，我们几个统一意见，主攻他的脖子。可是这条九头蛇砍掉一个脑袋就会长出2个脑袋，凶狠残暴，永不可当。我们4个对付他，居然都没讨到便宜。后来乌宝发现九头蛇后背上那个肿瘤最为薄弱，于是我们集中火力专打肿瘤，终于在大家力竭未堪之际，成功将大 boss 铲除。清晨，我们几个悠悠转醒，刚从地上爬起来，就听到系统提示音：欢迎来到第2关极限生存。本轮游戏的规则是挑战高温严寒，撑过1个月即为获胜。注意，找到隐藏任务，可解锁高级道具天使的眼泪。我们几个的面前出现了4个盲盒，盲盒里装的是面额不等的金币，我们可以用金币购买接下来需要的物质。云优月反应最快，抢先选择了盲盒。开奖后，他居然中了1000枚金币，是我们4个当中中得最多的。苏明朗中了500金币，我才中了800金币。乌宝更惨，没开出金币。看到乌宝的盲盒里只有1节木棒，云优月满脸得意：你们才800金币，风水轮流转。这回该你们尝尝没钱的滋味了。乌宝沮丧地想把木棒扔掉，就听到系统提示音：恭喜获得高级道具无限劈柴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云优月轻嗤一声，带着苏明朗寻找隐藏任务去了。当时我们并没觉得这道具有多珍贵，直到后来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。隐藏任务是随机的，需要运气和洞察力。我们走遍了大半个小镇，依然毫无头绪。这时已经中午了，小镇西边是美食街，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云优月和苏明朗，他们2个有钱了，这次下了馆子，吃的那叫一个心满意足。我和乌宝钱不多，需要省着点花，就随便吃了2个包子。美食街旁边，一个老者正在卖鸟，那是一只虎皮鹦鹉。他说自己的鸟不一般，知道很多秘密。我和云优月都觉得这鸟可能跟隐藏任务有关，不约而同地朝老者的摊子跑去。姐姐，我妹妹要被饿死了，你可不可以大发慈悲赏我点吃的？跑在我前面的云优月被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抓住了衣襟，她心眼好，你找她要去。云优月满脸嫌弃，试图把小女孩推到我这边，可那女孩认定了她，就是不撒手。云优月急了，用手轻轻地推到了小女孩，将她推到我身边。女孩倒在我的面前，可怜兮兮地拉住了我的脚踝。姐姐，求你帮帮我。她的手如枯枝一般又细又硬，大大的眼中盈满泪花，嘴角鼻孔都是鲜血。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我帮她擦掉脸上的泪水和鲜血，让乌宝给她买了几个包子。结果小女孩抱着包子呜呜哭了起来，越哭越大声，眼泪如泉水般喷涌而出。这时云优月已经买下了老者的那只鹦鹉，她提着鸟架走到我跟前耀武扬威：不好意思姐姐，你又慢了一步，这隐藏任务要归我喽。他摸了摸鹦鹉的头，小乖乖，悄悄告诉我隐藏任务是什么。那鹦鹉看着小女孩兴奋大叫，完成她的心愿，给天使的眼泪道具，然后看着我，恭喜这个小姐姐完成了隐藏任务，祝你们好运，拜拜喽。鹦鹉拍拍翅膀就飞走了。小女孩化身为水滴形状的蓝宝石，悬停在我的面前，这可真是意外之喜。我激动地抓住揣入兜内，云优月自以为聪明，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他懊悔地将鸟架丢到地上，愤愤而去。系统给了我们3天的准备时间，我和云优月住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了应付马上到来的极端天气，我先采购了隔凉隔热的材料，将房子包裹起来。因为我们的预算不多，采购了必要的防寒衣物被褥后，剩下的钱全部采购食物和水，也不知道这点物资能不能撑到1个月。云优月把房屋处理好后，除了食物和水、防寒防暑用品，还准备了不少取暖用的木材、药品，竟然还有打发时间用的书籍。3天后的傍晚，寒潮如约而至，伴着风雪，气温急剧下降。我和乌宝捂着大棉被，坐在火炕上玩石头剪刀布，谁输谁做饭。做饭要下地，屋外滴水成冰，屋内只要张嘴就会看到成团的哈气。其实无论输赢，最后都是乌宝做饭，不是他做饭有多好吃，而是做饭要用水，那水拔凉拔凉的，他不想让我受冻。刚开始也就零下20-30度，后来越来越冷，零下50-60度的极寒。我们本就不多的木材，日夜不间断的烧，很快就用没了。当晚火炕不热，我被冻醒了好几次。乌宝用他的体温给我捂脚，可是脚凉的捂都捂不热，我好冷啊！我们是不是要被冻死了？不会的，有我呢。乌宝抓着我冰冷的手，塞入他的怀中，他的身体好温暖。我摸到了他的发烫脸颊，忍不住用手使劲揉搓了几下。乌宝身体一僵，呼吸变得粗重起来，脸上也爬上了可疑的红晕。我将脸贴上了他的胸膛，他的身体好烫，心跳强劲有力，搞得我也莫名激动，忍不住吻了他一下。这一吻可捅了马蜂窝，别怪我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刚要推开他，就听他哑着嗓子在我耳畔轻声呢喃：帮帮我。黑暗中他呼吸灼热，让人热血沸腾。第2天我们是被冻醒的，不知道极寒何时能够结束。
而我们又没有取暖的燃料了，我们就想着，不如把屋内的桌椅板凳都劈了烧火。乌宝下床的时候被一根木棒绊了一下，那正是他抽到的高级道具无限劈柴。乌宝用斧头将其一劈两半，眨眼间他居然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乌宝面前。乌宝又将它劈开，他又还原如初，但此刻地上已有4瓣劈柴了。我和乌宝对视一眼，一阵狂喜，终于明白这道具为什么叫无限劈柴了。有了无限劈柴，我们取暖的燃料便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外面冷得滴水成冰，屋内炕上暖得如阳春3月。不知道云幽月那边过得怎么样？反正我和乌宝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开心日子。不过好日子没过几天，气温突然回升，升着升着就升过了头，外面冰雪融化，很快烈日炎炎达到40-50度。高温天气，水的需求量逐渐增加。一开始我们用水擦拭身体降温，后来气温一骑绝尘，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天边，仿佛要把大地烤干。我们的房子更是犹如火炉一般，热得令人窒息难耐，坐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，心烦意乱。最好的办法就是钻进水里降温，可是我们的水连喝都不够，怎么舍得泡澡？我的状态越来越差，开始头晕目眩，全身无力，好想泡泡凉水清醒一下。我拿出天使的眼泪道具，又捏又敲又摇晃，折腾了半天啥反应没有。道具给了，用法还得自己开发，这副本真狗。这时乌宝将浴桶搬了过来，他把我抱进桶内，把我们仅剩的水全都搬了出来。我们就这点水了，都用来泡澡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乌宝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，蹙眉，再不降温你就没命了。我拿下他的手，咱俩总得活一个，真要活一个，我要你活着。乌宝抱着我红了眼眶，我们都知道持续高温会死人的，而我们又没有想数的东西了，心都难过极了。我轻轻抹掉乌宝的眼泪，当眼泪碰到我手中道具的时候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蓝宝石居然哭了，那2道弯弯的清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很快注满浴桶。我们这才明白，原来道具需要用眼泪将它激活。天太热，我们每天就泡在水里降温，感受着难得的惬意和凉爽，心情分外愉悦。不过我们的物资已经所剩无几了，这几天乌宝经常不吃饭，只有被我逼得狠了，他才会应付般的吃上2口。我知道他是想把吃的都留给我。早上我刚起床，他就将我的眼睛蒙上了，他说他给我做了好吃的，看我能不能尝出是什么。那口感像鸡蛋羹，有些咸，味道并不是鸡蛋羹。我要拿下眼罩看一看，可是乌宝拦住我，非让我吃完再揭晓答案。我警觉起来，一把拉下眼罩，只见眼前是一碗蒸好的血羹。我震惊地看向乌宝，快速撸起他的袖子，只见他的手腕上还绑着绷带。我瞬间就明白了，气愤地打掉那碗血羹。你傻，不要命了？如果只能活一个，我要你好好活着，无论我是生是死，都会一直守护你。乌宝抱住我，柔声轻哄，我回抱住他，放声大哭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乌宝捧着我的脸，笑得如沐春风。还记得当年你在火中救的那只小狼吗？从那时起，我就暗暗发誓要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我大概8、9岁的时候，看到几个淘气的小男孩把一只小狼架在火上，要吃烤狼肉。我让护卫把他们赶走，在解救小狼的过程中，我的手被烫伤了。没想到他居然就是乌宝，怪不得他那么在意我手上的烫伤。想到前世他为我所做出的牺牲，这一次我不允许他再伤害自己。我们最后约定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在没有食物只喝水的情况下又坚持了5天，终于听到成功过关的系统提示音。我和乌宝互相搀扶着走出屋子，云幽月也拄着拐杖，形容憔悴地走了出来，可出来的却只有他一个人。原来他们的物资也不够。面对极端高温天气，已经弹尽粮绝的云幽月为了活下去，喝了宿明朗的血。通关时见宿明朗奄奄一息，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将其抛弃。果然，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。生死面前，云幽月选择自保。欢迎来到最后一关火焰洞，率先拿到权杖者即为通关。眼前雾气散去，我们置身在一座小岛之上。上一世最后一关就是火焰洞，所以这关我熟悉。拉着乌宝直奔溶洞，没想到云幽月挺聪明，他一个人没有单独行动，而是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我们。我也没赶他，因为这一关必须和兽人合作才能进入。他这个光杆司令连溶洞的洞口都进不去，溶洞的入口有诡异把手，那诡异叫虚影，它会变成同行的兽人让我们选择。第5章选对可以进洞，选错它会将我们抹杀在副本里。听完系统提示，云幽月当时傻了眼，这无异于宣布他失去了竞争资格。我同情地望了他一眼，他羞愤地瞪大了眼睛，你是不是以为没有兽人同行我就不能闯关了？强制闯关会被抹杀，我才不会那么傻。云幽月一吹口哨，严毅悄然现身，立在他的身旁。很好，为了心目中的白月光，他还真是奋不顾身啊。若不是宿明朗中途被云幽月抛弃了，这张王牌他怕是也不会提前打出来。严毅，你要背叛主人吗？乌宝大声呵斥，他并不知道我已经将严毅赶出了院子。在我心里，幽月才是我的主人，是我最爱的小公主。严毅一改往日的卑躬屈膝，搂着云幽月，
在他的脸上轻嘬一口。云幽月没躲，挑眉看我，一脸胜利者的姿态。这戏码上一世我就已经见识过了，笑着鼓掌。渣男配贱女，你俩赶快作死，别再霍霍其他人，无视他们吃屎般难看的脸色，抓紧时间闯关，拿到至高无上的权杖才是王道。我和乌宝率先踏入虚影的结界内，结界被一分为二，将我和乌宝、云幽月与妍艺分别包裹起来。眼前迷雾闪过，我的面前出现2个乌宝，他们不但长得一样，就连声音和神情也毫无差别，一时之间还真的有些难以分辨。不过想了想，我有了主意，我让他们分别说一下我身上有哪些记号。身上的记号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知道。乌宝 A 说我小腹上有个新形胎记，乌宝 B 说我后腰上有颗红痣，两人说的居然都对。我又让他们证明自己是真乌宝。乌宝 A 说出了我和他第一次亲吻的时间地点，乌宝 B 说出了我和他滚床单喜欢的姿势。那个假乌宝就像是真乌宝肚子里的蛔虫，居然知道我和乌宝之间的所有事情。一时间我陷入两难境地，假的就是假的，肯定有破绽，这破绽究竟在哪呢？我围着他们2个转了几圈后，分别抓过他们的手看了又看，想不到居然连指纹都是一样的。后来我福至心灵，退后几步，拔出匕首，当着他们的面在我的食指上划了一刀。我看着他们，坚定地指向乌宝 A， 他是真的。虚影化回原形，满脸不解。我通过了他的记忆，按说应该没有破绽才对。你不是真乌宝，所以我受伤，你不会心疼。在我划破手指的瞬间，我看到乌宝 A 瞳孔紧缩，满脸疼惜，而乌宝 B 只是诧异与不解，看不出半分心疼。虚影信服地点了点头，一挥衣袖，洞口便展现在我们面前。瞥了一眼还在结界内苦思冥想，便别不出真伪的云幽月。我和乌宝快速进入溶洞，洞内有各种机关和埋伏，凭借着上辈子的记忆，这些都被我轻而易举的化解回避掉，成功来到关底。溶洞尽头别有洞天，里面有一块圆形空地，空地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深渊，深渊里还燃烧着熊熊烈火。空地中间的高台上，一只金色的权杖在火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。乌宝看到权杖，激动的两眼放光。我拉住跃跃欲试的他，藏身在隐蔽之处。面对乌宝不解的目光，我指了指身后，就见云幽月和妍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这下乌宝更疑惑了，我知道他怕云幽月抢先拿到权杖。我握着他的手，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云幽月见权杖还在，但是没有看到我和乌宝，奔跑的脚步渐渐放缓。突然，溶洞内开始地动山摇，几声尖锐的啸叫声响起，深渊中的烈火忽然蹿起老高，一只巨大的蝙蝠从火焰中飞了出来。那蝙蝠通体血红，长着一张毛茸茸的、狰狞可怖的人脸，伸出刀子般锋利的爪子，朝云幽月的脸上抓去。云幽月堪堪躲过，和妍艺一起大战血蝙蝠。乌宝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，终于明白了我的用意，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是的，这守护权杖的终极大 boss 可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上一世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弄得伤痕累累，好不容易打死了大 boss， 结果云幽月却跑来捡便宜。这一世我如法炮制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也尝一尝被抢的滋味。那蝙蝠非常厉害，但也不是没有弱点，他视力不好，全凭声音辨位，虽然全身刀枪不入，但是他的后脑最怕击打。云幽月和妍艺跳到蝙蝠的背上，准备给他来个致命一击。蝙蝠怒了，开始旋转飞翔，试图把他们甩掉。如此一来，他们的计划便没有办法实现。云幽月就让妍艺下去吸引蝙蝠的注意力，然后自己伺机下手。我现在下去不是送死吗？妍艺看着暴怒的蝙蝠很是犹豫，你怎么这么墨迹？难道要我去当诱啊？云幽月不由分说，直接将他踹了下去。那蝙蝠紧随其后，还没等妍艺落地，就被蝙蝠一爪子找破后背，力道之大，抓坏的衣服和血肉都飞了起来。妍艺一声惨叫，摔倒地上。那蝙蝠也被云幽月一击毙命，掉入深渊。可以让我抱抱你吗？妍艺吐出一口鲜血，费力站起，满眼期待地看向云幽月。见他有些迟疑，妍艺卑微恳求，这是我死前的最后一个心愿，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你。云幽月终是走上前来，抱住妍艺。妍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不是幸福和开心，而是惊诧和痛苦。下一秒，云幽月将扎在妍艺后心的匕首拔了出来，满脸鄙夷的狞笑。你觉得我当上了族长，会要姐姐丢掉的破烂当夫君吗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，没用的狗东西，滚吧！云幽月一脚便把心碎的妍艺踹入火海。前世妍艺把我踹入火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如今轮到他被心爱的人被刺抛弃了，活该，这都是他应得的报应。我见时机已到，抢先一步去抢权杖。云幽月怎么可能看着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？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陶俑，从中召唤出一只青面獠牙的厉鬼，拦住我的去路。乌宝为了让我脱身，直接和厉鬼打了起来。我率先赶到高台，手刚碰到权杖，云幽月便及时冲上来进行阻拦。为了取得最终胜利，我们2个拼尽全力殊死一搏。云幽月因为之前和大 boss 打斗，体力明显不支，眼看我就要彻底 KO 他，远处突然飞来一抹白色身影，直接拿走了我们抢夺的权杖。等看清来人，云幽月大喜过望，明朗你还活着，
真是太好了。云幽月开心之余，急不可待地催促明朗，快把权杖拿过来，别给他，他只爱自己不爱你。云幽月瞪了我一眼，小心翼翼地诱哄，别听他胡说，把权杖给我，以后云氏一族就是我们的了。素明朗略一沉吟，还是朝着云幽月走去。拿到权杖的云幽月笑得得意又癫狂，姐姐，你最终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下，你就等着被系统抹杀吧！哈哈哈啊！狂傲的笑声戛然而止。再看素明朗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你干什么？云幽月从牙缝里艰难地挤出几个字。素明朗盯着他，语气怨怼：节气时说好你不会三夫六世，可你为什么背着我勾搭严毅？为什么到处留情？说好一辈子不分开，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走？面对素明朗的声声控诉，云幽月不但不觉得理亏，反而翻了脸。他挣脱了素明朗的钳制，疾言厉色。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一个兽人而已，有什么权利指责我？就是我让你死，你也得给我去死！闻听此言，素明朗绝望地笑了，他没反驳，而是将权杖丢给了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拖着云幽月纵身跳入火海。云幽月做梦都想不到，素明朗生命垂危之际，是我用宝贝救了他，更想不到机关算尽，最后却被自己养的兽人摆了一道，真是天道好轮回。我带着乌宝成功闯关，这意料之外的结局令族人们全部大跌眼镜。尽管母亲十分不悦，但她也不能违反族规，只能被迫接受。我今生破解了那幅画的秘密，找到了兽人令牌。乌宝当上首领后，将整个兽人部落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我们奉子结婚，举办了盛大且隆重的婚礼。我们相约一生一世，相伴到老。我被下药，睡了这世上最好看的狐狸兽人。哼，倒是主动的很。你真的好好看，我要选你做我的兽人老公。你的妹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那可真要感谢她了。睡完我并没有始乱终弃，还是选他做我的兽人老公。我是被他逼迫的。嫌疑你了，多谢了，好妹妹。事后为了能彻底收复狐狸兽人的心，我选择闯进禁地，夺灵药帮他画出九尾，让其成为首领。可他却在关键时刻背刺我。这一天我等得够久了。你真的一点不爱我吗？不，亲手将我推入火海，众妹妹坐上了族长之位。多谢你了，好姐姐。在睁眼重生到选择兽人的那一天，我们云氏一族女人掌权，女人可以三夫六世，但正夫必须是兽人。所以女孩年满18周岁，就需要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兽人作为终身伴侣。今天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挑选兽人的大日子。斗兽场上，精彩绝伦的兽人挑战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。身姿雄壮的金钱豹兽人连赢8场无敌手，台下激动的人们为他欢呼雀跃，女孩们更是将手中的鲜花纷纷朝他抛去。妹妹一眼便相中了那威风八面、气势磅礴的金钱豹兽人。金钱豹是我的幸运神兽，最旺我了，母亲，我就要它。但我是姐姐，按规矩应由我先挑选。我还没说话，妹妹抢先抱着母亲的手臂开始撒娇。